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千田卓哉先生所著的《金钱的法则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所有人都应知道的关于金钱的5个真相；第二，不为金钱所困的人所共有的3个习惯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所有人都应知道的关于金钱的5个真相。书中介绍的第一个真相是，每个人的赚钱能力上限已经决定了。我必须向大家传达一个本书中明确指出的略显严酷的现实，那就是每个人的赚钱能力上限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决定了。现如今，社会上充斥着各种宣传，谁都可以成为亿万富翁，投资这个就能轻松赚钱，或者通过被动收入轻松生活等等。这些甜蜜洗脑的销售话术，正是那些想要轻松赚钱的人从困窘的人们身上榨取金钱的手段。大家绝对不能被这些甜蜜话术所迷惑。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轻松赚钱的好事。在这里，我们必须明确一点，每个人的赚钱能力确实是存在的，这种能力几乎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天赋，而不是通过努力就能改变的。这种观点与那些声称轻松赚钱的说法完全相反。在日本，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无法达到年收入1000万日元，这正说明了大部分人的赚钱能力仅此而已。如果让一个没有赚钱能力的人强行去赚钱，除了通过法律边缘的话术营销来短期捞一笔之外，没有其他的方法。然而，即便以这种方式赚钱，也不会得到任何人的尊敬。而且，这种用欺骗手段赚来的钱是不会带来幸福的。基于以上的事实，我们必须认真思考未来的生活方式。日本人如果继续在普通的中小企业工作，年收入的上限就是600万日元；如果在大企业或政府机关工作，年收入的上限可能是1000万日元。如果没有能力辞职创业，那就意味着您的能力与600万或1000万的年收入相符。只要您在公司工作，年收入一定会有上限。如果想大幅提高年收入，唯有选择独立创业。社会上普遍认为自由职业或创业是唯一的正确选择。然而，即便成为自由职业者或进行创业，并不能保证收入一定比做公司职员时高。若在不了解自己能力的情况下贸然辞职创业，收入大幅下降，最终可能会后悔莫及。因此，首先准确了解自己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。了解自己的能力后，再去进行挑战，与不了解自己的能力就贸然行动，这2种做法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。接下来是第2个真相，年收入是信用的偏差值。当我们说年收入是信用的偏差值时，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有些难以理解。人生不仅仅是关于金钱，年收入也不能完全代表一个人的价值。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，年收入实际上是您在当前环境中的信用偏差值。年收入低的人，信用偏差值也低；年收入高的人，信用偏差值也高。举个例子，在日本公司，科长的年收入会高于普通职员，这是因为科长的信用偏差值高于普通职员。大多数人都有提高年收入的愿望，而提高年收入的方法其实很简单，那就是提升您的信用偏差值。除了提升您在当前环境中的信用偏差值之外，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有效提高您的年收入。那么，如何提升您的信用偏差值呢？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把基本的事情做好，例如按时上班、和同事们打招呼、不迟到、不说让人反感的话等，这些都是基本的礼仪和行为。同时，为了在工作中表现得更好，您需要多读书、多与人交流学习，不断地进行学习，以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。通过这样才能逐步提升您的信用偏差值。希望您能理解到这一点，并在实际生活中加以应用。接下来是第3个真相，金钱不喜欢那些不珍惜自己身体的人。如果你想拥有健康的精神状态，就必须先保持身体的健康。作者指出，金钱也有着类似的特性。那些不珍惜自己身体，把金钱放在健康之上的人，最终将会导致无法继续赚钱，失去他们所挣的钱。
作者接触过许多富人和成功人士，发现他们对健康非常重视。这些人本能地知道，关注健康和珍惜自己的身体是持续获得财富的关键。事实上，越是富有的人，越是注重健康。虽然有些人可能因为遗传原因身体较弱，但关键在于对待健康的态度。重要的是，你是否尽力保持健康并珍惜自己的身体。虽然这听起来很平常，但实际上很多人确实把金钱放在健康之上。我们需要铭记，健康比金钱更为重要。如果您因为拼命工作而损害了自己的健康，即使挣了再多的钱，也无法享受到这些钱。金钱可以通过努力重新获得，但失去的健康却很难恢复。有些人为了努力挣钱，对饮食毫不注意，午饭草草吃个5分钟的便利店面包，晚饭也是随便吃个10分钟的盒饭。这种做法虽然节省了时间和金钱，但却得了糖尿病。这时候要想再恢复健康，已经很难了。为了省钱而削减食物开支，经常吃加工食品和速食的人，需要重新认识到健康的重要性，并改变这些不良的日常习惯。希望大家在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上不要吝啬花钱。接下来是第4个真相：金钱如果停滞不动，就会失去其应有的价值。很多人倾向于把钱存起来，然而作者指出，金钱就像流水一样，如果总是停留在一个地方，就会变得浑浊；但如果保持流动，就会源源不断地涌来。举个例子，公司经营就是如此。虽然公司需要有一定的储备金，但如果把积累财富当作最终目标，公司就会逐渐失去竞争力，经营状况也会下滑。为了保持现状，公司需要不断进行前瞻性投资。如果把所有的钱都存起来而不投资，公司的运转就会停滞，最终导致经营不善。不仅是公司经营，这个道理也适用于个人生活，因为人生实际上也是一种自我经营。如果你想变得富有，你需要不断的自我提升，终生学习，而学习需要资金的投入，例如买书、学习课程、旅行、各种体验，这些都是学习的过程，都是值得投资的项目。关键在于相信前瞻性投资的重要性。您需要勇于把手中的钱投入到学习和成长中去。通过这种方式，金钱会在循环中最终回到您的身边，而这些为学习和成长所投入的钱，往往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，会以复利的形式回到您的手中。金钱的使用方式非常重要。如果只是单纯的存钱而没有明确的目标，金钱的力量就无法发挥出来。金钱只有在被有效利用时，才能展现其真正的价值。因此，为了学习和成长，为了积累经验，我们需要敢于花钱进行前瞻性投资。这样一来，最终你会发现，你花出去的钱会以更大的财富形式回流到您身边。接下来是第5个真相：长时间劳动和依赖运气会让金钱敬而远之。当人们渴望财富时，许多人会想到增加工作时间。他们认为，如果之前每天工作8小时，现在增加到12小时，收入就会相应的增加。然而，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。金钱并不喜欢长时间的劳动者，长时间工作会损害您的健康。正如之前所述，长时间工作却不重视健康的人会让金钱敬而远之。因此，单纯依靠长时间工作是无法变得富有的。此外，长时间工作也存在着局限性。普通的工作时间是8小时，长时间工作的极限是普通工作的3倍。因为一天只有24小时，所以即使你舍弃了睡眠，一天也只能工作8小时的3倍。当然，如果您直接这样做的话，您的身体肯定会垮掉，收入也会归零，您还会因为工作效率低下或产生加班费而受到雇主的不满，从而容易被裁员。那么，财富和工作时间有什么关系呢？关键在于您对其他人产生了多大的影响。例如，棒球运动员年薪数十亿日元，并不是因为他们工作时间长，而是因为他们不断地给全世界带来了感动。
同样，艺人和名人的高薪也是因为他们对许多人产生了影响。因此，如果你也能通过您的工作给他人带来积极影响，那么无论您的工作时间多长，您都会吸引到金钱。如果您真的想增加年收入，那么不应该只是长时间的工作，而是要不断地问自己，自己能够通过什么来感动他人，给他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。只有持续思考自己能够给他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，才能够赚到更多的金钱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不为金钱所困的人所共有的3个习惯。第一个习惯是，在经济条件还不够好的时候，最好不要进行投资，以免成为金融机构的牺牲品。作者指出，贫穷的人最好不要进行投资。在世界范围内，许多贫穷的人会毫不犹豫地参与投资，但事实上，很少有贫穷的人通过投资变得富有的情况。那些从投资中赚钱的人，实际上是那些从手续费中获利的人。贫穷的人的投资只是在为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贡献收入，比如工资和奖金等。虽然大家都在使用金融机构，但需要记住的是，对于金融机构来说，您只是他们赚钱的工具之一。金融机构实际上就是一个放高利贷的机构，他们通过从一般人那里以低成本借款，再高价贷款出去，来获得丰厚的薪酬。或许您曾认为将钱存入银行就相当于把钱保险起来，但实际上您存入银行的钱并非被严密保管在银行后面的大金库里，而是被转贷给他人。您的存款对银行来说是一种负债，银行实际上是欠您钱的，您的行为实质上是在向银行借钱，而银行则通过将大部分存款借给各种交易对手来赚取利息。假如所有的存款人突然要求银行全额偿还存款，银行肯定无法偿还所有存款，将会立即破产。如果理解了这个本质，您看待金融机构的方式就会发生改变。此外，金融机构等会向您推荐各种投资产品，声称这会赚钱等，但您需要停下来思考一下，为什么金融机构会向您推荐这些产品？因为他们需要通过收取手续费来赚钱。当金融机构向您推销各种金融产品，而您却满怀信心地购买时，您可能支付了超出必要的手续费。以手续费率作为参考，年手续费超过 0.5% 的产品应被视为过高。比如，如果您要投资100万日元，年手续费最高不应超过5000日元。如果您支付了7000日元的手续费，那么要么是您选择的金融机构不好，要么是您选择的产品不好。总之，对于金融机构来说，您除了是他们的摇钱树之外，别无其他用途。所以不要盲目信任金融机构，不仅仅是金融机构，那些向您承诺这样做能赚钱，或者任何人都能轻松赚钱的人，100%都是骗子。请大家务必牢记，现如今这种骗局仍然存在，很多人都会被骗，所以不要轻信这些骗局。在未来，您可能会遇到很多人向您讲述美好的故事，当您心动时，请记得下面的话：如果那个人所说的话真的那么美好，那他早就通过这个方法成为大富豪了。但是他没有，因为那些美好的话都是谎言。向您兜售美好投资故事的人的特点是，他们自己不会做。只要记住美好的投资故事通常都是骗局，您就可以避免大部分的诈骗了。接下来是第二个习惯，不与讨厌的人交往。长期拥有财富的人通常对人有着强烈的好恶之分，他们共同之处在于，绝不与讨厌的人有过多的接触。当被邀请参加某个活动时，他们通常会礼貌地拒绝，甚至会暗示对方将被彻底排除在外。通过彻底筛选人脉关系，长期财富会源源不断地流入。富人本就很忙，时间就更加宝贵，但如果因为一个讨厌的人的存在，让原本美好的一天毁于一旦，将讨厌的人从生活中彻底排除是理所当然的。富人更是深谙此道。一位知名咨询公司的所有者曾在全员大会上说过，不要与讨厌的人交往，与那些喜欢您也喜欢的人一起工作会更加愉快，而且更容易成功。如果您希望成为一个不为金钱所困的人，
您肯定没有时间和讨厌的人纠缠，因为您没有时间去为讨厌的人而烦恼。讨厌的人对您的价值等同于零，所以您完全可以忽略他们。这不仅仅是关于钱的问题，与讨厌的人交往可能会给您带来各种负面影响。因此，我希望你们能够彻底避免与讨厌的人交往。此外，除了避免与讨厌的人交往外，还应立即切断与向您借钱的人的关系。如果他们不是您的亲密朋友，你应该直接拒绝，因为借贷关系很可能会破坏人际关系。所以在与亲密朋友之间，及时果断地拒绝借贷请求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对方是真正的朋友，那么就应该直截了当地拒绝，不应该有任何含糊，即使他们因此而陷入困境，但对他们来说，这也是必要的考验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